若你想在枫丹购买旅行纪念品，那么香水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而当你有幸找对顾问，那即使你像我一样对香水一窍不通，也能选到称心如意的一款。荣幸之至。身为知名香水设计师，艾梅丽埃对植物学颇有涉猎。凭借草元素神之眼的力量，她能将这些研究发挥出更多妙用。艾梅丽埃的普通攻击能挥动长枪，进行至多4段的连续枪击，对命中敌人造成物理伤害。使用重击时，艾梅丽埃将消耗一定体力，进行向上的挑斩攻击。释放元素战技，艾梅丽埃创造柔灯之匣，造成草元素范围伤害。柔灯之匣能间歇性对附近敌人发射纯露芳烯，造成草元素伤害。此外，当附近的敌人处于燃烧状态下时，柔灯之匣将间歇性产生香晕。每隔一定时间，至多通过这种方式产生1枚香晕。柔灯之匣会萃集附近的香晕，在萃集2枚香晕后，其品阶将会提升。提升品阶后的柔灯之匣发射纯露芳烯时，还将额外发射1枚纯露芳烯，且提高上述攻击的攻击范围与造成的伤害。同时，至多存在1个艾梅丽埃自己创造的柔灯之匣。柔灯之匣创造时的初始品阶为1阶，至多提升至2阶。处于场上时，若一定时间内未萃集香晕，则柔灯之匣的品阶将会回到1阶。每隔一段时间，艾梅丽埃通过这种方式创造柔灯之匣后，将在前方降下穿透敌人的灵犀之刺，造成具有芒性的草元素伤害。解锁天赋余熏后，艾梅丽埃每萃集2枚香晕，柔灯之匣2阶将消耗香晕，并净析出青露香氛，对敌人造成相当于艾梅丽埃攻击力一定比例的草元素范围伤害。该伤害不被视为元素战技伤害。基于固有天赋顶空极香，当场上存在艾梅丽埃自己创造的柔灯之匣时，队伍中附近的所有角色对燃烧伤害的火元素抗性都将提升。与我辉光。释放元素爆发，艾梅丽埃会引导匣中萃集的香氛，将其化作纯粹的草元素之力，创造柔灯之匣3阶，并收存已有的柔灯之匣。柔灯之匣3阶存在期间，将不会萃集附近的香晕，而是会持续降下香露，攻击范围内的敌人，造成草元素伤害。元素爆发持续时间结束时，将重新创造柔灯之匣1阶。若释放元素爆发时收存了柔灯之匣，则改为放置已收存的柔灯之匣，并重置其持续时间。元素爆发持续期间，若艾梅丽埃释放元素战技，将不会生成柔灯之匣。通过独特的蒸馏方法，艾梅丽埃可以从植物中提取最为有效的精华。解锁天赋精流后，基于艾梅丽埃的攻击力，将按一定比例提升艾梅丽埃对处于燃烧状态下的敌人造成的伤害。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提升存在一定上限。虽然艾梅丽埃不常身处危险的现场，但在紧急情况下，她所研制的特别香氛也能成为防身的武器。战斗中，艾梅丽埃通常先释放元素战技，唤出柔灯之匣，对敌人造成草元素伤害。随后，艾梅丽埃通过与队伍中的伙伴通力合作，能使敌人陷入不断损失生命值的燃烧状态，持续削弱敌人。在元素能量充足时，艾梅丽埃释放元素爆发，创造柔灯之匣3阶，降下香露，对敌人造成更高的伤害。结束后，还能重新生成柔灯之匣，通过持续的攻击，将让敌人困于芬芳之中，再无反抗之力。自然的气味千变万化，人们将它们融合演绎，试图构建出更符合自己需求的香气。而这些需求也千变万化，有人想靠香水抹去自己本身的气息，而有人试图在特定的气味中重温旧时的回忆。或许尽可能多地满足这些需求，能够让香水更加畅销。
但以艾梅丽埃的经验来看，每个人的不同经历必然会造就他们对事物的不同理解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抛开这些，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将赋予香水含义的权利交到使用者的手中吧。